黄金从来不只是金属，它诞生于中子星碰撞的宇宙瞬间，穿越了古埃及神庙、印加太阳神殿和中国的帝王金印，最终走进了千家万户。本期的节目，我们不只谈金价涨跌，更谈黄金真正的角色。它不是暴富的工具，不是投机的筹码，它是非信用资产，是乱世中的压舱石，是中国家庭千年传承的压箱底儿。如果您正在思考我们该不该买黄金，现在这种行情要不要追，黄金应该配置多少，这期的影片会给您一个理性又有温度的答案。观众朋友们，过年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主持人月音。如果您想及时了解中国及全球大事，从瞬息万变的新闻资讯中迅速地抓住最核心信息，了解新闻内幕，一定要订阅大时局，每天美东时间早上6点为您全天更新。今天是2026年2月17号，中国新年已经悄然走到了门口，街巷间红灯笼轻轻摇曳，春联鲜红如诗，空气里弥漫着甜香的年味儿。在这里给大家拜个年，祝大时局的观众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策马扬鞭，前程万里，阖家安康，财源滚滚。说到发财2个字，那可就离不开一个字了，金。过年大家一见面张口就是恭喜发财，你看发财里面的那个财，不就是包括着闪闪的黄金吗？您想想那个画面，家家户户春联贴得红红火火，桌上金元宝造型的糖果堆成了小山，小孩的脖子上挂着亮晶晶的小金锁，长辈笑呵呵地把金镯子、金戒指往晚辈的手里一塞，那气势简直像在发财富红包，是不是？这可是刻在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基因。在传统的五行里，金主富贵旺财运，过年的时候买金饰就像贴门神、吃团圆饭一样，是一种仪式感，图的就是那份满满的金喜气。戴上它，仿佛脖子上种了棵摇钱树，心里都踏实3分，感觉那财气啊呼呼的往家里跑。更妙的是，当经济像天气一样说变就变的时候，黄金呢就像那位永远靠谱的老大哥，平时不声不响，关键时刻啊总能帮您把钱包兜得稳稳的。这就是为什么一到过年呢，金永远那么有存在感。黄金可不只是这个时代的网红啊，从古到今就是人类的梦幻宠儿，不同文明给它披上了截然不同的神圣外衣，但却都指向了同一个核心，那就是永恒、不朽与神圣力量。我们先把镜头拉到古埃及，在那片尼罗河孕育的土地上，埃及人觉得黄金根本不是什么地上的东西，那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太阳碎片，他们称黄金为尼布，认为那是太阳神拉的肉身，甚至是他的皮肤。法老躺在金棺里，脸上戴着图坦卡蒙的金面具，纯金打造，11公斤重，眼睛镶着黑曜石和水晶，闪的就像2颗小太阳。这不是装饰，而是永生通行证，让法老灵魂和太阳神合体，穿越冥界黑暗，变成不朽的神。神殿的柱子是镀金的，神像的皮肤直接用黄金打造，阳光一照，整座庙就像在燃烧。黄金在埃及是连接人间与神界、现世与来世的桥梁，象征纯洁、胜利和生命永恒。我们再把视角拉到安第斯山脉，在印加帝国，黄金不是太阳本身，而是太阳神因提的汗水。他们相信因提带来温暖与丰收，他的汗水滴落到山脉上，凝结成了闪耀的黄金，而月亮女神玛玛基拉的眼泪则化成了白银。在这里，黄金不是货币，而是被熔炼成精美的工艺品，装饰神庙，制作神像，作为献祭贡品。库斯科的太阳神庙墙壁层覆满金板，阳光下整座庙像在燃烧。因提的形象常被做成金盘，放射光芒，像一顶太阳冠冕。而印加皇帝萨帕因卡自称是因提的儿子，戴上黄金就是与神合一。接下来我们回到东方，在古代中国，黄金同样不是单纯的金属，它属金型，为5行之一，象征刚健、不朽与富贵。
道教认为金性不败朽，故为万物宝，那是一种纯阳的力量，一种永生的象征。黄金居五色之中，属中央之位，皇帝居中而治，所以黄袍加身、黄榜题名都带着权威与正统的味道。皇帝用黄金器物、金印，那不是装饰，是天德与中和的标志。而在民间，过年戴金饰，婚嫁送金镯，蜜月赠金锁，图的就是那份金灿灿的好兆头，财运源源不断。更有意思的是，金这个意象在中国的文学里是随处可见。《红楼梦》里那句“白玉为堂金作马”，一开口就是富贵到了极致。大观园金碧辉煌，金锁、金麒麟、金项圈、金玉满堂，那是一个家族最鼎盛的光芒。金陵十二钗这个名字本身就暗藏繁华，金钗如金，十二钗是顶尖的美貌与才情，纯正而高贵。到了《西游记》，孙悟空手里那根如意金箍棒重13500斤，大可通天，小可藏耳，随心而变，那是一种纯正无瑕、强大不朽的力量。还有那一双火眼金睛，经过八卦炉炼成，能识妖邪辨真伪，那不只是神通，更是金所象征的纯正、清明与高贵的智慧。您看，从尼罗河到安第斯，再到黄河流域，文化不同，语言不同，神话不同，但是黄金身上承载的意义却惊人的一致。它不只是金属，而是人类对永恒、权力、神圣和好运的浪漫投射。它在不同的文化中披上太阳、神汉、天地精华的外衣，却始终闪耀同一光芒：不朽与希望。如果说神话给黄金披上了神圣的光彩，那现代科学直接给它开了宇宙级认证，因为黄金根本不是地球原产，它是宇宙送来的限量版礼物。按照当今天体物理学的说法，所有比铁还重的元素，包括金、银、铂，都不是普通恒星慢慢烧出来的，它们的诞生需要一种听起来就很科幻的机制——快速中子捕获过程。什么意思呢？简单的说，就是在极端到几乎变态级的环境下，比如两颗中子星正面硬碰硬，或者某些超级爆炸型超新星，在短短的几秒内，密度高到夸张，中子多到像洪水一样，铁族元素在那种中子洪流里疯狂吃中子，像开了加速器一样，迅速变身成更重的元素，金、银、铂就这样被批量制造出来了。2017年，人类第一次亲眼听见这种宇宙级爆炸。LIGO 探测到一个重力波信号，那是两颗中子星碰撞的现场直播。后续观测发现，那场宇宙烟火产生的黄金量，估计相当于几个地球的质量。就这样，宇宙用极短的一刹那，创造出了我们眼中象征永恒的黄金。所以啊，您过年时戴的金饰，其实那是宇宙大爆炸之后亿万年星辰演化的纪念品。没想到会这么浪漫吧？不过，黄金真正走进千家万户，变成贵金属这个身份，并不是一夜之间的事，那是一场漫长的人类共识演化。早期文化把它从漂亮石头升级成神圣之物，但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，地点是吕底亚王国，今天的土耳其一带。国王克罗伊斯这位历史上以富得流油闻名的君主，在大约公元前561年到前546年统治期间，做了一件改变世界经济史的事。他铸造了世界上第一批标准化纯金币，重量固定，纯度标记清楚。黄金第一次从装饰品变成了可以计算、可以流通、可以交换的钱。后来，罗马帝国迅速跟进，中国在汉唐时期也开始使用金银货币体系。拜占庭金币更是成了地中海一带的硬通货。慢慢的，黄金不再只是金属，它成了一种跨越国界的信任，成了一种国际经济最底层、最原始也最稳定的语言。但真正让黄金坐稳乱世避险王宝座的是两个历史瞬间。第一个是1848年的加州淘金热，一个叫詹姆斯·马歇尔的人在锯木厂河床捡到了几块金子。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啊，全美沸腾，
旧金山一夜之间从边陲小镇变成了狂热中心，有人辞职，有人卖房，大家只为了一件事：挖金。美国的黄金产量一度占了全球的45%。西进运动加速，铁路开始铺设，城市迅速扩张，人口结构重新洗牌。一场淘金潮直接改写了国家版图，但转折也来得很戏剧化。1857年，中美洲号沉船，船上载着价值130万美元的黄金，相当于当时纽约银行系统黄金储备的20%。船沉金没，市场恐慌，金融震荡，经济衰退。人们突然意识到，黄金再珍贵也无法阻止风暴。但是当风暴来临时，黄金依然是最后被抓紧的那根绳子。第二个关键的瞬间是金本位制的兴衰。1816年，英国率先采用了金本位，货币价值直接挂钩黄金，全球跟进，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代，黄金成了信用的背书。直到1971年，尼克松宣布关闭黄金窗口，美元不再与黄金兑换，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，从此货币进入浮动汇率与通胀时代，黄金也完成了角色转换，从被锁在央行金库里的货币锚，变成了市场里的避险王者。即便在1971年之后，黄金依然凭着2张王牌站稳了地位，一张是历史记忆，一张是物理属性，化学惰性，耐久，不腐蚀，稀缺。从中子星碰撞到吕底亚金币，从淘金热狂潮到金本位兴衰，黄金的故事其实是一条跨越宇宙和人类文明的长线。它既是宇宙馈赠的神秘礼物，也是市场的压舱石。神话给了它灵魂，科学给了它出身证明，历史给了它价格。说到黄金在现代金融里的角色，我们先别急着聊央行储备、美元体系、避险资产这些高冷的词汇，我们先来聊一聊中国大妈，这才是最接地气、最生动，也是最真实的黄金故事。每次金价一涨你去看看银楼门口排队的不是投行分析师，是拎着菜篮子的阿姨们，一边刷手机看金价，一边互相通风报信，还在涨，再不买就晚了。退休金一取，直奔柜台，金镯子、金项链、金条、金豆子，能拿的全拿，恨不得把整个玻璃柜台搬回家。网上那句话您一定听过，中国大妈一出华尔街就颤抖，听起来多霸气，但是市场从来不讲情怀。2013年那一波还记得吗？金价从1800多美元一路跌到了1200多美元，大妈们高位接盘，本来是想捡便宜，结果捡回来的是几年的套牢。金镯子是越看越沉，想卖又舍不得，哭都哭不出声。2020年到2021年的疫情期间，金价再度冲高，又一波人冲进去抄底。结果2022年俄乌冲突后，市场剧烈震荡，金价一度回落，很多人又卡在了山顶上。而最近这一波就更刺激了，2026年初金价冲上了5600美元，市场情绪值直接拉满。这次不一样，央行都在买，这是大周期起点，大妈们再一次冲进了场，信心满满。结果2月突然暴跌了10%，单日的跌幅创下了40年纪录，网上瞬间是哀嚎遍野。听着是像段子一样，其实是很真实的金融教育课，因为这背后藏着黄金在现代金融体系里真正的位置。它可不是暴富神器，不是翻倍神话，更不是让人一夜翻身的彩票，它更像是一个沉默寡言的老大哥，平时不分红不生利息，站在墙角里，看起来没有什么存在感，但是当股市崩盘、货币贬值、银行出问题、地缘政治升温的时候，它会慢慢地走到前面，把场子稳住。你再看全球央行这几年的动作，中国、印度、土耳其、俄罗斯等等等等吧，从2025年到2026年，预计增持800到1000吨黄金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心里很清楚，美元再强也有信用边界，信用货币再方便，也终究是信字当头当世界不确定性上升时，黄金是信用之外的最后一道防线了，这就是黄金的真实角色。
所以大妈的故事其实很有启发。过年买金可以，那是传统，是文化，是仪式感。但是如果你把它当成了短线投机，当成了赌博，当成了这次一定不一样的冲动，那么多半呢会被市场上一课。黄金真正的魅力不在于价格天天创新，而在于当世界动荡时，你知道它在那里。现在不只是新闻更新快，生活节奏也快。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东西，加拿大的 GenX 西洋参黑高滋，特别是血糖偏高的朋友更要试一试。它能够有效地稳定血糖，提升精力，增强免疫力。我有一位才40多岁的朋友，去年就总觉得口渴，也没有力气，半夜还经常醒，一检查时血糖偏高，医生说再不控制就得吃药了。我这个朋友当时挺紧张的，后来我推荐他吃了 GenX 黑高滋，也就3个星期，血糖就降下来了，睡觉也香了，精力也充沛了。现在他的父母也在吃，感觉都很好。黑高滋是由加拿大政府监管生产，并且通过了加拿大 FDA 和卫生部的双重认证。临床实验证明，它对稳定血糖、提升精力、增强免疫力都有明显的效果。里面不含糖分和西药，温和不伤肝肾。想试一试的朋友，描述栏有购买链接，输入我们的专属优惠码大10局，就可以享受85折。感谢您的支持。下面我们接着聊关于黄金在很多观众心中那个最实在的问题：我到底该不该买黄金？该配多少？现在这行情是不是应该冲啊？我们先把情绪放一边，给您一个很直白但非常务实的判断：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配置黄金。如果您现在还在为现金流发愁，每个月收入刚好覆盖基本开支，身上还背着房贷、车贷、信用卡分期，手头几乎没有真正的闲钱，那么我们真心的建议，这个阶段先不要考虑黄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黄金的本质是一种防守型资产，它不生利息，不分红，不产生现金流，它不能帮您加薪，也不能帮您还贷，它更不是翻身神器。当现金流紧张的时候，最优先做的3件事其实很清楚：第一，提升主动收入能力；第二，建立3到6个月的生活费的紧急备用金；第三是优先清理高息债务。这些才是真正让人站稳脚跟的基础。在还没有安全垫之前，把有限的资金锁进了黄金，反而可能在需要用钱的时候，让自己陷入到更大的流动性压力。那么黄金适合谁呢？那些已经具备一定资产基础、现金流稳定的家庭。简单的来说吧，如果您第一，每个月的收入稳定，而且有结余；第二，至少已经有6个月的生活费的备用金了；第三，股票、基金、债券、房产等投资组合不只有一种资产；第四，基本的保险保障齐全，那么您才开始进入战略配置这个层面。这个时候您思考的不再是怎么翻倍，而是如果经济进入到了下行周期，如果市场剧烈的波动，如果信用系统出现了压力，我的资产如何不被重创？在这个问题里，黄金才有价值，因为它是少数几种非信用资产，不依赖银行体系，不依赖某个国家的财政信用，不依赖某家机构兑付能力。那么配多少呢？比较主流也比较理性的建议是总资产的5%到10%。这个比例呢有几个好处：第一，足以在极端行情下提供缓冲；第二，不会占用太多流动性；第三，不会压缩成长型资产空间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总资产100万，配5到10万黄金就够了。那买什么呢？如果是出于战略避险目的，我的个人更倾向于实物黄金为主，比如标准投资金条，或者是主流流通的金币，如熊猫金币、枫叶金币、袋鼠金币等等。为什么强调实物呢？因为黄金真正的核心价值是那份确定性。当它安静地躺在保险箱里，那种我知道它在的感觉本身就是它的价值。如果你天天盯着 ETF、纸黄金、期货价格，黄金就从避险资产变成了投机，心理属性完全不同。那么哪些不建议呢？我们说的直接一点，第一是黄金期货、杠杆合约，
保证金交易，普通人几乎都不要碰，因为黄金本身波动已经不小了，一旦再加上杠杆，单日的剧烈震荡是常态，方向错了不只是亏损，而且是直接爆仓。第二个是避免一次性 all in， 永远不要在市场最热闹、情绪最亢奋的时候把全部的资金都压上。第三，避开借钱买金，高息资金进场本质就是在放大风险，更稳健的方式是分批定投加回调加仓，每个月固定金额买入一小部分，拉平成本。当市场出现明显的回调，情绪转冷时，再适度加仓。这样做的话，既避免了追高，也不会错过长期持有的机会。最后呢，我想和您分享几句话：黄金是安全带，不是方向盘，把它当成危机时的防护，而不是日常赚钱的引擎，您就不会在市场的风浪中迷失方向了。最后，我想回到一句老祖宗留下的话：黄金是压箱底儿的东西。以前嫁女儿啊，家里一定会准备几根金条、几件金饰，或者是几锭银子，悄悄地放进嫁妆箱的最底层，不是摆在最上面显眼的位置，而是压在最下面，盖好锁好。这不是小说情节哦，而是流传了上千年的真实习俗。从宋元明清一路走来，在南方很多地方，直到今天还能看到它的影子。母亲或者长辈会亲手把金银放进箱底，轻声地叮嘱一句：压住箱底儿，稳住日子。它不只是财物，更是给出嫁女儿的一条后路，一张底牌。平时不动，轻易不碰，只有在真正的大风大浪来临的时候，夫家生变，家道中落，战乱流离，人生失序，才会拿出来救急。地方志里有很多记载，清代安平志说，哪怕是贫寒人家，也会想办法凑出几两银子压箱底，只为让女儿在婆家不至于受辱。洪洞县志里记载，有个富户家里藏了几十两金子，母亲叮嘱此为后路，遇难方用。今天很多家庭在女儿出嫁时，依然会准备金镯子、金项链、小金条放在箱底，象征父母一辈子的牵挂。过年买金、带金、送金，其实是延续的，也是这份压箱底儿的文化。买的不是一时的闪耀，而是一种心里有底的从容。想象一个画面，家里某个角落的保险箱里，安安静静地躺着几根金条，他们不说话，不分红，不给利息，不会天天涨停，也不会让你一夜暴富，但是你知道他们就在那里。这种感觉其实是一种尊严，是一种就算风浪再大，我还有底的底气。这就是压箱底儿的智慧。新年将至，愿大家都能像黄金一样，不畏风雨，历久弥新，财富稳健增值，心灵也日渐富足。所以真正的金不只是银行账户上的数字，更是内心的从容与清醒的判断。有底气的人才会走得更远。这里是大时局的要闻透视，本栏目将持续追踪发生在中国的内幕，为您带来最深度、最独立的解析。如果今天的内容让您有所触动，请点赞留言，分享您的真实感受。您的思考是我们坚持下去的动力。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下一期我们继续同行。